the most powerful being on planet Earth. 顶着压力重启 DCU，James Gunn 版的超人电影究竟如何？7年前 ，James Gunn 收到了指导超人电影的邀请，彼时他差点就拒绝了，毕竟他要承担的可是重整 DC 部门的重任，这并非局限于电影领域，而是要对整个部门进行全面的革新。在指导《星际特工队2》后，James Gunn 被迪士尼解雇。不过，他重启的自杀小队成绩斐然，这也让他下定决心啃下了重启 DCU 这块硬骨头。要知道，重整 DC 责任重大，重启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众多导演梦寐以求的超人题材。曾经 X 战警的导演布莱恩·辛克 Bryan Singer 受华纳公司的邀请，拍摄2006年的《超人归来》。为此，他辞弃了《X 战警3》的导演之职，只为实现儿时拍摄超人电影的梦想。然而，《超人归来》的成绩不佳，超人系列也因此沉寂了一阵子。后来，华纳重启了超人计划，扎导执导，再加上了克里斯托弗·诺兰 （Christopher Nolan） 监制，才完美的呈现超人钢铁之躯。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最新的超人电影。这部电影的情节明快，故事毫无拖沓之感，完全是 James Gunn 的个人风格。影评自然也不能拖泥带水了，要和电影风格保持一致。所以呢，这边我给这部最新的超人电影 8.5 分。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分数很高，但了解背后的故事后，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从正式开拍到第一个预告推出，这部电影承载了无数人的信仰。其好坏直接影响着大家对 DCU 的支持，每个人走进影院看这部电影都满怀期待，这远比那些电影呢让人放下希望，最后却失望而归的电影要好得多了。这部电影不只满足了期待，还超出了预期。只这一点呢，导演就十分了不起了。从预告来看呢，大家以为已经看透了整部电影，实则内容差别很大。导演故意让预告不能完整的呈现电影的内容。当然，也有人评击超人在这部电影弱爆了，太过孩子气，不懂得如何应对敌人。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心目中的超人形象太过完美，而在 James Gunn 的塑造下，超人有了人性化的一面。在超人初期，他也会怀疑自己，毕竟他是地球上的异类，独一无二，证明自己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这部电影里的超人做到了。我觉得这部电影选角非常的真切，年轻的超人大卫扮演的超人惶恐不安，无法控制情绪，同时又在学习融入人类的状态，演绎的十分到位。James Gunn 很擅长的琢磨人物的心理，电影中的阴暗面也有所体现。像绿灯侠盖加德纳、佐叶先生 Mr. Tellyfit 以及英里的角色，虽然出现的时间不多，露脸的镜头也少，但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还有实在感。有人担心呢，众多角色会分散电影的情节，起初我也有所顾虑，但看完电影后，我发现 James Gunn 还是将重点放在超人的角色上，其他的超级英雄只是起了辅助的作用，让整个故事更加的欢乐，互动性更强。在我看来，电影中即使是反派也有自己的势力，超人有自己的伙伴和朋友，反派 Lex Luthor 也有自己训练的手下，还有一群门徒，两边势力都非常的丰富，人物情节饱满。电影的阵营呢，可以分为3个部分：超人的阵营、Lex Luthor 反派的阵营以及报业公司的员工。即便电影用了很少的篇幅讲述超人的养父养母，在超人受伤呢，回到了他的养父养母家的时候，他的养父对他说的那几句话却已经非常感人了。虽然超人和父母的互动不多，但 James Gunn 在剧本中对这些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动流泪，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可以表达情感的情节。当然，电影也存在了一些小瑕疵，部分的剪接过于仓促，速度太快。不过在剧情的流程方面，如果剧情更丰富一些会更好。但整体而言呢，这部电影的情节流畅，没有时间让你去探索和思考下一步的发展，你只需要跟着情节走就能看完整部电影了。如今很多电影在诉说故事还有剧情起伏方面都做得不好，即便有丰富的内容和出色的特技支持，但看起来依然沉闷。而 James Gunn 在这部电影中对故事的处理比他的异形特工队第2集和第3集都要好，也延续了自杀小队丰富的人物内容、精彩的故事起伏。这部电影的故事和第1集有所不同，
早期的克里斯托弗·里夫版的和超人钢铁之躯中，超人都能和星球上的父母进行人工智能对话，但这部电影中的超人无法和他们对话，只能从太空船里接受信息。这是对整个故事情节的全新诠释。比较可惜的是超人和女主角的互动，虽然前面有一些篇幅讲述到他的身份以及女主角的人类身份的磨合，但为了故事内容牺牲了情感方面的刻画。不过回顾1978年版的超人电影，第一部也没有过多的注重他们之间的情感，直到第2集才有了重要的情感连接。这部电影的特技毋庸置疑非常到位，有些特技镜头自然的让人感觉不到是特技。与超人钢铁之躯相比呢，在特技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超人钢铁之躯的特技给人一种刻意制造场面的感觉，无论是飞行还有其他的场景，而这一集的特技如行云流水、飞行等场面都表现得十分出色。正因为特技出色，反派也强劲，所以很多人觉得超人太弱。其实电影需要各种反差，如果超人无敌，电影怎么会有精彩呢？任何反派都有可能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尽管他能快速的恢复体力，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了威胁。更何况这是超人初期初出茅庐的状态，就算他有超强的特异功能，但没有扎实的功夫基础和训练，也难以应对敌人。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票房会成功，因为它的拍摄方式更接近儿童电影，画面和颜色都非常的丰富，故事容易理解，不像超人钢铁之躯那样注重黑暗的风格。原本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的《黑暗骑士》3部曲大受欢迎， DC 重启超人钢铁之躯时也想跟随这种黑暗风格，但这种风格小孩子难以接受，在卖玩具还有周边产品时销量也不佳。而这部电影重回了以前色彩丰富的感觉，故事简单且不失水准，更加的平易近人，无论是孩童还是大人都会喜欢。但是我觉得70后、80后更能接受这部电影，因为我们是看着1978年克里斯托弗版本的超人电影大的，深受其影响。而00后的年轻人则受扎导的超人钢铁之躯和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黑暗骑士影响较大。如果他们喜欢黑暗风格，并没有看过之前的版本，可能对这部全新的超人电影比较冷感。但对于70后、80后来说，看到这样的版本非常开心。这部电影还留下了很多伏笔， DCU 其他的电影做了连接，让人对 DCU 的未来电影充满了更大的期望。尽管如此，我觉得 DCU 最后一部最好看的作品还是停留在海王，至今已有8年的历史了。除了复仇者联盟系列和去年的漫威重启的死侍与金刚狼，近年来呢，我差点对超级英雄电影彻底失望了，因为烂作和平庸之作太多。而这部超人电影拯救了大家的希望，也拯救了超级英雄电影的希望。我相信无论是 DC 还是漫威，如果有一方成绩不佳，另一方也不会有好的成绩了，毕竟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竞争对手。这几年 DC 的成绩起伏不定，略显低迷，这也导致漫威有些懈怠，作品的成绩也不理想。如今超人正式回归，不只重启了 DC 的电影世界，也重启了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新时代。好了，今天的电影公虾米就到这边为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评，支持我的观点，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分享我的影片。拜拜。